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 Lily。把鸡胸肉切成小丁，再打入2个鸡蛋，出锅外酥里嫩，特别好吃，比肯德基的鸡米花还要好吃。自从学会这个做法，我家孩子3天2头就点名要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块鸡胸肉，鸡胸肉的量呢，可以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。我这块鸡胸肉比较大，可以做1大盘了。像这种刚买回来的鸡胸肉，都是冷冻过后的，表面呢有很多的细菌和杂质，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，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把鸡胸肉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面粉，用手抓匀，让鸡胸肉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。这里加面粉呢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鸡胸肉表面的杂质、细菌和灰尘。尽量多抓拌一会，大概需要搓揉2分钟左右，抓拌至感觉手特别粘稠，像这样。再倒上的清水没过鸡胸肉，再把鸡胸肉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把鸡胸肉切成厚片，厚度约1到2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再改刀切成长条，宽约1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呢，最后再给它切成小丁，也不用切得太小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的小丁就可以。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1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切好后放小碗中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给它切成葱段。切好后也放小碗中，再取出1根擀面杖，用擀面杖把姜丝和葱段压一压，给它压出葱姜汁，这样香味会更加浓郁。尽量多压一会，压碎就可以了。压碎后，再把姜丝和葱段放入鸡胸肉的碗中。现在再来腌一下鸡胸肉，往里边加2勺生抽，加1勺料酒，加1勺蚝油，加1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给它抓拌均匀，尽量多抓拌一会儿，抓拌至鸡胸肉入味，这样呢可以去腥增香。大概需要抓拌2、3分钟左右，抓匀后放一旁腌制20分钟，把鸡胸肉腌制入味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准备2个馒头，这个馒头呢是昨天晚上吃剩下的，放冰箱冷藏了1晚。我们把馒头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厚度约0.5厘米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再取1片馒头片，给它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，尽量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后，最后再把馒头切成馒头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的馒头小丁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盘中。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的鸡胸肉腌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鸡胸肉已经非常入味了。然后我们用筷子把里面的葱姜给它挑出来，因为葱姜的香味已经腌出来了，没有必要再流到碗里了。全部挑干净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2个鸡蛋，把它倒入鸡胸肉的碗中。我这个鸡胸肉比较少，先打入1个鸡蛋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鸡胸肉呢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呢，我们再打入1颗鸡蛋。
搅匀后，最后再加入50克左右的玉米淀粉，没有玉米淀粉的可以加小苏专用粉，这样做出来口感会更好。鸡胸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粒鸡胸肉都能裹上一层淀粉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您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你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再取一块鸡胸肉，把它放到馒头碎的盘中，在馒头碎里给它滚上几圈，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馒头碎，像这样就可以再把它夹出来放入盘中。剩下的鸡胸肉呢，都像我这样放到馒头碎的盘中，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馒头碎，依次放入盘中。全部做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0%热，放一根筷子下去，周围能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然后再把鸡胸肉一块一块的放入锅中，这里用中小火慢炸。鸡胸肉刚放进来的时候，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给它炸1分钟，把鸡胸肉炸至定型。鸡胸肉炸定型后，用筷子给它翻一下面，每一块鸡胸肉都给它翻面，全部翻好面以后再炸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也炸至金黄。随着油温慢慢的升高，我们就要勤翻动了，防止炸糊了。全程大概需要炸4-5分钟左右，把鸡胸肉表皮炸至金黄，并且在搅拌的过程中都能听到碰撞的声音，说明现在的鸡胸肉已经非常酥脆了。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，用筷子夹出来，一个一个的夹出来，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炸鸡米花就做好了，表皮金黄酥脆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它的口感呢，外酥里嫩，咬上一口嫩到爆汁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刚炸好还没来得及上桌，就被大家一扫而光了，简直完爆肯德基的鸡米花，可以当零食吃，也可以当菜吃，蘸点番茄酱，吃着酸酸甜甜的，孩子更爱吃。当然喜欢吃辣的也可以蘸上辣椒面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做法也是超级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